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Bill Perkins 的最优解人生，如何花钱才能无憾。作者 Bill Perkins 毕业于爱荷华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大学毕业后，他进入纽约商品交易所，从场内经济助理做起，后来成为首席期权交易员，并曾在能源对冲基金 Santoros 工作。他的《最优解人生》这本书讨论的不是怎样增长财富，而是怎样充实人生。Perkins 把人生看成一个最优化问题，如何将充实感最大化，将浪费最小化。金钱是用不可再生的生命能量换来的，而时间、健康和金钱在人生不同阶段的价值并不相同。围绕这个问题，全书提出了消费平滑、时间分段、净资产丰点等一套工具，重新安排我们赚钱、存钱和花钱的时机。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如何分配有限的生命能量，才能获得尽可能充实的人生。关于劳作与闲暇，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寓言：整个夏天，蚂蚁都在辛勤囤积食物，而蚱蜢只顾玩乐。冬天来临时，蚂蚁活了下来，蚱蜢却饥寒交迫。这个故事通常被理解为勤奋和延迟满足的胜利，但还有一个很少被追问的问题：如果蚂蚁把短暂的一生全用来劳动，它究竟什么时候完？这正是问题所在。一定程度的延迟满足当然有必要，但极端的延迟满足，最后就等于没有满足。我们不只是要生存，还要真正的生活。要理解为什么，首先得看清金钱到底是什么。金钱不是银行账户里静止的数字，它代表的是生命能量 life energy。 一个人活着的时间是有限的，只要用来工作，就在消耗生命能量。通过工作赚到的每一分钱都对应着一段再也拿不回来的时间。比如一份年薪4万美元的工作和一份年薪7万美元的工作，后者看起来显然更好。但如果7万美元的工作需要更长时间通勤、更多置装支出和更多工作时间，那么扣掉这些隐形成本之后，它的实际时薪未必更高。把消费换算成生命能量，很多决定也会随之改变。假设你的净时薪是20美元，那么买一件100美元的衬衫，真正付出的其实是5个小时的生命。20世纪90年代初， Perkins 刚进入纽约商品交易所时，最初年薪只有16000美元，升为场内经济首席助理后也只有18000美元。为了搬到曼哈顿上西区，他和室友在单间公寓里隔出一个只有比萨烤炉那么大的卧室。约会看电影时，对方买1桶爆米花都会让他紧张地冒汗。晚上，他还开老板的豪华轿车拉客赚外快，即便如此，仍然努力攒下了大约1000美元。他的老板，公司合伙人 Joe Farrell 知道后，却问了他一句：“你脑子进水了吗？这个钱也要存。” Farrell 的逻辑很简单， Perkins 来华尔街不是准备一辈子拿18000美元年薪，他有充分理由相信未来收入会高于现在。既然如此，在人生收入最低的阶段拼命克扣自己，相当于从现在这个年轻缺钱的自己手里拿钱，交给未来收入更高的自己。这背后就是消费平滑 consumption smoothing。 人的收入会随着生命周期发生变化，合理的做法不是无论几岁都按同样比例存钱，而是在丰年和荒年之间重新分配资源。尤其是在年轻、健康，而且未来收入很可能增长的时候，过度储蓄同样会造成生命能量的浪费。既然金钱代表生命能量，那么如果一个人离世时还留下大量自己原本可以花掉的钱，就意味着其中一部分工作时间最终没有换来任何属于自己的体验。来看一个虚构的财务测算：45岁的单身女性 Elizabeth 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做办公室工作，年薪6万美元。扣除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和医疗保险税之后，她每年的净收入大约是48911美元。按照平均每周工作50小时计算，
净时薪是 19.56 美元。Elizabeth 很节俭，30岁出头就买下房子，如今房贷已经还清，房产价值45万美元。她每年大约花32911美元，剩下将近16000美元用于储蓄。为了简化计算，假设她从45岁开始按这个速度存钱，并假设投资回报和生活成本上涨大致抵消，到65岁退休时，他将拥有32万美元存款，加上房产，净资产达到77万美元。退休以后，仍假设他每年花3万2000美元。20年后 ，Elizabeth 在85岁去世，最后留下13万美元没有花完。这13万美元真正意味着什么？用13万美元除以 19.56 美元的净时薪，约等于6646个小时。按照每周工作50小时计算，相当于2年半。也就是说，他有大约2年半的办公室工作赚来的钱，最终没有被自己使用。这就是死前归零 （Die with Zero） 背后的逻辑。目标并不是让自己还没去世就提前把钱花得一分不剩，而是尽可能少留下那些本来可以在活着时转化为体验的钱。因为每一笔没有发挥作用的余额，背后都是曾经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能源交易员 Santoros 创始人 John Arnold 的经历把这种惯性放大到了极端。他最初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赚够1500万美元就停止交易，结果达到目标后，他没有停，1500万变成2500万，又变成1亿美元。即使净资产已经达到 1.5 亿美元，他仍然继续工作。到2012年，38岁的 Arnold 终于退休时，个人财富已经超过40亿美元。Arnold 并非什么都不花，他也捐出了数百万美元，还和妻子成立了慈善基金。但问题在于，他已经很早就跨过了金钱能够显著增加个人体验的节点。即使他很想请魔力红每周六到自家后院办私人演唱会，他也从没有这样做，因为不愿意宠坏孩子。财富不断增长，并不意味着可获得的体验也能同步增长。赚钱本身还会形成惯性，工作、交易、账户数字不断上升，都能带来社会认可和成就感。可一旦为了继续赚钱而错过了无法重来的时间，那么积累再多财富，也买不回已经关闭的机会窗口。这种问题并不只属于亿万富翁，只要最终留下的是自己用不到的钱，同样的逻辑就成立。如果钱最终要被花掉，那么真正值得最大化的就不该是账户余额，而是这一生获得的体验。为了把这种抽象的充实感变得更容易理解，可以给每一项正面经历赋予体验积分。高峰体验得到更多积分，微小的愉悦得到少一些积分。每个人重视的事情不同，所以具体分值也不同。把一年里所有正面体验的积分加起来，就能大致描绘出这一年的充实程度。把一生各年的体验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一条人生充实感曲线。但问题是，获取这些积分的窗口并不是无限的。事业有成的律师 John 和 Erin 育有3个年幼的孩子。2008年10月，35岁的 John 突然被查出患有透明细胞肉瘤，一种快速生长的罕见软组织癌症。一个棒球大小的肿瘤已经扩散到他的背部和腿部骨骼。John 无法继续工作后， Erin 很快辞掉了自己的工作。他们在爱荷华州的家里相互陪伴，一起去公园、看电影、玩游戏、接孩子放学。2009年1月，距离确诊只有3个月，John 去世了。死亡让机会窗口变得异常清楚，而多数人在健康的时候却很容易把时间想象成无限的。Perkins 20多岁时的室友 Jason Rufo 则做出了完全不同的一次提前选择。当时2人都是场内经济首席助理，年薪只有18000美元。Rufo 为了休假几个月去欧洲背包旅行，甚至向高利贷借了大约1万美元。他拿着欧洲铁路通票独自出发，在德国参观达好几中营，
在巴黎和刚认识的朋友坐在公园里吃法式长棍面包、奶酪，随后一路去了希腊群岛。几个月后回到美国，他的收入并没有因此和 Perkins 拉开明显差距，但他已经多出了一整套无法复制的人生经历。Rufo 后来自己说，他现在已经无法再忍受20个人挤在一个房间的青年旅社，也无法再背着60磅重的背包穿街走巷坐火车。很多体验不是以后不能做，而是以后再做已经不再是同一种体验。所以真正需要最大化的并不是账户里的数字，而是整个生命期间获得的体验积分。钱和时间都应该在合适的年龄兑换成那个阶段最有价值的经历。金融投资创造的是未来收入，而体验同样是一种投资。花钱获得一段经历，得到的不只有当下的快乐，还包括以后一次又一次重新想起它时产生的回忆红利 （memory dividend）。Perkins 的朋友 Polly 曾考虑在中美洲买一套度假屋。他按照传统投资思路，综合按揭利率、减税等因素，研究未来10到15年的经济回报，最后算下来，大约能获得 3% 的收益。单从房地产投资看，这个数字没有太大吸引力，但问题在于他可能算错了指标。这套房子的价值不只取决于以后卖多少钱，还取决于每年能去住多少次，在那里做什么，能不能和孩子、朋友创造一些无法复制的共同记忆。如果买下来只是空置等待升值，3%的收益没有什么特别。如果它能持续产生高价值体验，这笔支出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回忆红利在身体机能衰退以后会变得更加重要。Perkins 的父亲曾是爱荷华大学鹰眼队 Iowa Hawkeyes 的橄榄球运动员，并在1959年随队夺得玫瑰碗冠军。到了晚年，他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长途旅行。Perkins 把那个赛季的比赛高光剪辑成数码视频，装进一台 iPad 送给父亲。老人坐在那里看着几十年前的比赛，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他已经很难再获得重要的新体验，但过去那些经历仍然可以被重新提取，再次带来骄傲、快乐和怀旧。那台装满回忆的 iPad 也成了他认为自己一生中收到过最好的礼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体验越早发生，回忆红利通常越丰富。Jason Rufo 20多岁时的欧洲之行，真正的收益并没有在旅行结束时停止。以后向朋友讲故事、翻看照片、为别人提供旅行建议，本身都会形成新的体验。Facebook 和谷歌相册甚至把这种机制做成了产品。3年前的今天之类的照片提醒，不需要创造任何新的事物，只需要重新唤起旧体验，就能让人再次获得愉悦。一项体验因此可能不断产生新的小额体验积分，日积月累，这些回忆红利甚至可能超过最初那次体验本身。越早开始投资体验，能够收取红利的时间也就越长。体验的收益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约束，就是健康。所有人的身体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衰退，只是速度不同。身体机能下降之后，同样一笔钱能够换来的体验也会减少。69岁，年轻时做过游泳教练的 Chris 去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约斯特范戴克岛游玩。岛上的石前酒吧没有码头，游客通常把船停在离岸大约30米的地方，再游到岸边。Chris 对自己的水性很有信心，可游出大约20米后，他突然开始无法控制呼吸。15分钟后，呼吸和心跳才恢复正常。过去做过游泳教练，并不能改变69岁身体已经和年轻时不同的事实。很多人的心智年龄仍停留在自己的巅峰阶段，身体却早已悄悄改变。Perkins 的朋友 Greg 很喜欢滑雪。22岁时，连续滑7天对他来说毫无压力。到了后来，再连续滑7天，身体已经会明显酸痛。如果把这种变化进一步量化，就更清楚了。假设一个滑雪者年轻时一天可以滑20趟，后来因为每一趟之间需要休息更久，
一天只能滑15趟。缆车票和酒店的价格没有下降，但实际滑雪量减少了1/4。花同样的钱，只得到过去75%的体验。推迟体验的成本可以用个人利率 （personal interest rate） 来理解。别人需要给你多少补偿，你才愿意把一项体验延迟到以后。假设你20岁，今年夏天想去墨西哥旅行，老板希望你留下工作，明年再去，并愿意补偿一部分旅游费用。也许10%你就愿意考虑，也许要25%。因为在20岁时，晚1年通常不会改变太多，但到了80岁，情况完全不同。就算别人愿意补贴一半的旅行费用，你也未必愿意推迟。你的个人利率可能超过50%，甚至超过100%，因为1年以后，你可能已经无法完成同样的旅行。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 Walter Mischel 在20世纪60年代设计了著名的棉花糖测试，现在吃1颗，还是等15分钟以后吃2颗。成年人通常比孩子更能延迟满足，但现实中有些人延迟得太久，最后既不是现在的1颗，也不是15分钟后的2颗，而变成了10年以后的1颗半。所以关键不是一味尽早花钱，也不是一味往后推，而是看清每项体验的机会窗口。年龄越大，延迟的代价通常越高。很多理财建议喜欢给出一个终身不变的比例。Elizabeth Warren 在进入政界之前曾任法学教授，专攻破产法。他提出过广为流行的50-30-20法则，50%用于必须支出，30%满足个人需求，剩下20%用于储蓄和偿还债务。如果目标只是保持财务稳定，这种简单规则很有价值。但如果目标是让整个人生的充实感最大化，一个固定比例就很难适用于所有年龄。22岁的最佳储蓄比例不应该天然等于42岁或者52岁。以魔鬼经济学闻名的经济学家 Stephen Levitt 在芝加哥大学刚评上教授时，就得到一位资深同事的建议：多花点，少存点。原因并不复杂，如果一个年轻人有充分理由相信未来10到15年的收入和赚钱能力会持续提高，那么现在把大量收入转给未来那个更富有的自己，并不一定合理。Levitt 后来把这称为自己一生中收到过最好的财务建议之一。这正是消费平滑 （consumption smoothing） 的含义，不是永远多花钱，也不是永远少存钱，而是随着年龄、健康和收入变化，不断调整支出和储蓄的平衡。到了人生后期，人的消费需求本身也会下降。Perkins 年近80岁的外婆曾收到他送的1万美元，可很长时间1分钱都没有花。最后据 Perkins 所知，这笔钱唯一买过的东西是一件大约50美元送给 Perkins 的毛衣。他为了避免家具磨损，甚至常年给沙发和休闲椅罩着塑料罩，宁愿牺牲使用时的舒适感。这种下降不是个例。2017年的美国消费者支出数据中，户主55到64岁的家庭年均支出大约6万5千美元，到了65到74岁降到5万5千美元，75岁及以上进一步降到4万2千美元。即使医疗支出有所增加，总支出仍然在下降。所以中年阶段面对的往往不是钱不够，而是时间开始不够。这个时候用钱买回时间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假设你的净时薪是40美元，每周洗衣服需要2个小时，专业洗衣服务上门取衣、清洗、折叠再送回来只收50美元。那么你花50美元，实际上买回了价值80美元的2个小时。即使这2个小时不拿去工作，它仍然有价值。你可以阅读，可以陪孩子去公园，也可以和朋友一起吃午饭。到了钱相对充裕、时间相对稀缺的阶段，用财富换回自由时间，再把这些时间转化为体验，往往比继续亲自处理低价值事务更划算。传统退休规划通常先给出一个数字，100万美元、150万美元，
或者根据生活成本测算出的另一个金额。问题在于，数字很容易不断上涨。原本觉得200万够了，接近目标时又会觉得250万更安心，在之后可能变成300万。只要目标始终是一个数字，工作时间就很容易被无限延长。美联储委员会的消费者财务调查可以看到这种储蓄惯性。户主年龄55到64岁的美国家庭，净资产中位数是187300美元，65到74岁上升到224100美元，到了75岁及以上反而达到最高的264800美元。很多人在已经进入生命后段时，资产仍然没有开始下降，所以需要确定一个净资产峰点 Net Worth Peak。 它首先是一个日期，而不只是一个金额。根据对不同健康状况、收入增长速度和利率场景的模拟，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峰点大致落在45岁到60岁之间。当然，在考虑消耗资产之前，首先要确保基本生存。可以用一个简化的生存阈值来估算，1年生活费乘以剩余寿命，再乘以 70%。 假设你55岁，每年的基础生活费是12000美元，预计还要生活25年，12000乘以25得到30万美元。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天必须准备30万美元现金，因为没有被取出的资金还会继续产生投资收益。如果实际投资回报率比通胀高 3%， 按照年金限制计算，初始资金大约需要213000美元。为了简化，可以用总额的 70% 估算，也就是大约21万美元。在这一组假设下，这就是余生基础生存所需的最低资金。生存阈值不是理想生活目标，只是最低安全线。跨过这个阈值后，至少可以开始认真考虑什么时候动用存款，而不是继续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积累更多资产上。成功的粘合剂企业家 Andy Schwartz 55岁左右时，已经拥有足够退休的财富，但仍愿意继续经营公司。他喜欢事业带来的挑战，也希望照顾员工，给下一代提供保障，并向高中和大学捐款。继续工作当然没有问题，问题是赚来的钱要开始发挥作用。如果想捐款，就可以提前捐；如果要给子女，就可以提前规划。如果剩余财富仍在增长，也应该认真寻找工作以外值得投入的体验，比如成为 TED 赞助会员，到现场和不同领域的人交流，这些可能是过去忙于事业时根本没有机会探索的经历。一旦越过自己的净资产峰点，重点就应该逐渐从资产继续增长转向让资产发挥作用。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意味着开始让支出高于收入，主动消耗过去积累的财富，而不是一直把钱留到体验能力已经明显下降的时候。人生并不是一个任何时候都能进入的巨大泳池，很多体验都只属于特定阶段。10几岁的自己会消失，大学生的自己会消失，单身未婚的阶段会结束，孩子年幼时的父母身份也会结束。人没有真正死亡，但一个又一个版本的自己会不断离开。澳洲姑息护理师 Bronnie Ware 长期照顾生命只剩数周的病人，并记录了他们最常见的临终遗憾。排在最前面的2个，一个是没有勇气过忠于自己的生活，另一个是希望自己当初没有工作的那么努力，错过孩子成长和伴侣陪伴的时间。问题在于，大多数机会窗口关闭时不会提前发出通知，所以需要一个非常简单的工具——时间分段 （time bucketing）。画一条从现在一直延伸到预期生命终点的时间线，每5年或10年画成一个区间，然后列出这一生真正想经历的事情，比如滑雪50次、攀登喜马拉雅山、去米其林餐厅、带孩子去3次迪士尼。这个阶段先不要考虑钱，只考虑一件事：每项体验最适合在哪个年龄完成。那些对体能要求最高的活动，自然会集中在前面的区间，有些阅读、下棋、游轮之类的体验则可以安排得更靠后。
时间分段的作用，就是让模糊的以后再说变成一个有明确截止时间的窗口。Perkins 45岁时就做过一次这样的选择，他决定在加勒比海圣巴特岛举办一场生日聚会，把亲人和人生不同阶段的朋友尽可能聚到一起。他租下了泰瓦纳酒店的22间客房和套房，又在白马庄园酒店订了房间，还替10几位宾客购买机票。为了给这个星期留下一个特别的记忆，他又通过代理人邀请了前1万个疯子乐队主唱 Natalie Merchant 到岛上举办私人音乐会。这场为期1周的聚会花掉了他很大一部分流动净资产。最容易做的选择当然是再等到50岁这个更传统的整数生日。但5年后，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的身体明显变差，一些朋友也没能参加他的50岁生日。即使50岁时愿意拿出更多预算，也已经买不回45岁时能够到场的那群人。时间分段真正要解决的就是这种不可逆的问题。有些体验不是以后花更多钱就能补回来，属于某个年龄、某段关系、某种身体状态的事情，一旦错过就是永久关闭。时间不仅影响自己花钱，也影响把财富交给别人。传统遗产最大的缺点是把最重要的3个变量全部交给随机，在随机的时间把随机数量的财产交给那个时候仍然存活的随机继承人。美联储委员会研究发现，在不同收入群体中，人们继承遗产的高峰年龄都在60岁左右，但60岁往往已经错过了一笔钱最可能改变生活轨迹的阶段。Virginia Collin 早年离婚，前夫几乎没有支付抚养费，她一个人抚养4个孩子，长期挣扎在贫困边缘。后来她再婚，也找到一份体面的兼职，生活才逐渐稳定。49岁时，她76岁的母亲去世。Virginia 和另外4个兄弟姐妹每人继承了13万美元。对当时的她来说，这当然是一笔好钱，但生活已经进入相对稳定的中产阶级下层阶段，这13万美元更多只是锦上添花。Virginia 后来说，如果自己30岁左右就拿到这笔钱，就可以在理想的社区买一套不错的房子，抚养孩子时也不必经历那么多困难。同样的13万美元，在不同年龄产生的效用完全不同。如果把30岁附近看作金钱效用较高的阶段，那么随着年龄上升，同样1美元能够转化成的生活改善就会逐渐下降。Perkins 对3500多人做过一次非正式调查，询问继承遗产的理想年龄。超过一半的人选择26到35岁，只有 12% 选择18到25岁， 29% 选择36到45岁，选择46岁以上的只有 6%。 26到35岁的优势在于两方面刚好取得平衡，年龄已经足够成熟，可以管理财富，同时又足够年轻，买房、养育孩子、发展事业和获得各种体验，都还有很长的时间窗口。财富给慈善机构也是同样的逻辑。在华尔街律所工作了67年的法律秘书 Sylvia Bloom， 一辈子坐地铁上下班，住在租金管制的公寓里。96岁去世时，他留下了超过800万美元，其中624万美元捐给亨利街安置会，另有200万美元捐给亨特学院和一个奖学金项目。这当然帮助了很多人，但问题仍然是时间。如果这些钱早10年、20年投入教育和社会服务，就可以更早开始产生作用。一个人死后，无论如何都已经无法继续拥有自己的财富，财产迟早要转移。因此，真正可以主动选择的是还活着的时候，什么时候让这些钱开始发挥作用。环球免税集团创始人 Chuck Feeney 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并把它称为生前捐献 Giving while living。他很早就开始匿名捐款，到80多岁时，累计已经捐出80多亿美元。与此同时，他和妻子仍然住在租来的公寓里，个人净资产下降到大约200万美元，足以支持余生，却只占他已经捐出去财富的一小部分。
所以，无论是给子女还是给慈善机构，问题都不仅是给多少，更是什么时候给。财富越早在合适的人、合适的阶段开始发挥作用，它能产生的实际效用通常就越大。最优解人生最终算的并不是一笔简单的财务账，而是一笔生命能量的账。赚钱是拿有限的时间去换金钱，花钱则是在时间和健康仍然允许的时候，把金钱重新转换成人生体验。年轻时健康和时间更多，收入往往较少，到了中年财富增加，时间开始变得稀缺，进入晚年以后，即使账户里还有钱，身体也会逐渐限制我们享受财富的能力。所以不要一味消费，也不要一味储蓄，而是在每个人生阶段重新寻找平衡，算清基本的生存阈值，在合适的年龄越过净资产峰点，想留给子女的钱尽可能在他们26到35岁更能发挥效用的时候转移，想做慈善也不要等到生命终点，剩下属于自己的钱则尽量在体验窗口关闭之前让它真正发挥作用。所谓死钱归零，并不是提前把账户花空，而是尽量不要在生命结束时留下大量原本可以转化为体验、陪伴和回忆的财富。钱最终只是工具，真正留到最后的是我们经历过什么，又和谁一起经历过。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